来关注半岛局势，朝韩军事对峙火药味十足。20号，韩国启动代号“护国”的年度大规模例行野外机动演习，针对近期局势的意图明显。此外，朝韩双方互放狠话，舆论攻势也在不断升级。10月20号，韩国大规模例行野外机动演习“护国”演习正式启动。演习旨在通过陆海空三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实弹机动演练，强化军队的实战性和协同性。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此前表示，今年的演习规模较去年进一步升级，将针对近期局势和朝鲜潜在冲突，模拟多个场景进行，包括部分美军战斗力也将参加，以增强韩美两军的协同作战能力。连日来，韩军运用自行长距离机动、铁路运输、车辆装载运输等多种手段，向演习地区运送 K2坦克、装甲车等装备，以检验部队的实际机动能力。철도를 이용한 하차 수송, 장거리 기동 훈련으로 작전 지역으로 전개하고 있습니다. 확고한 군사 대비 태세 점검, 작전 수행 능력 향상에 중점을 두고 훈련을 실시하겠습니다. 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指控韩方无人机侵入朝鲜首都平壤上空，并于18号公布无人机残骸照片。朝鲜劳动新闻20号报道称，朝方已确认入侵朝鲜领空的无人机由韩国放飞，不过朝鲜方面尚未确定该无人机是否为对平壤市中心投放传单的无人机。 전문가들은 기술 감정과 분석을 통해서 평양시 서포지구에 추락된 무인기가 한국 군부의 드론 작전 사령부에 장비되어 있는 원거리 정찰용 소형 드론으로서 국군의 날 기념 행사 때 차량에 탑재되어 공개되었던 무인기와 동일한 기종으로 판단했습니다.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警告称，韩国的军事手段对朝鲜领土、领空和领海的侵犯行为再次被发现和确定时，将被认为是对朝鲜主权的严重军事挑衅宣战。朝鲜方面届时将进行及时的报复攻击。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0号消息，朝鲜向韩方空投20余只垃圾气球，位于韩朝边境的江原道铁原地区发现10多个坠落物，这是朝鲜今年以来第29次向韩方空投垃圾气球。韩联参表示，气球下方悬挂的塑料袋中装有日常生活垃圾，如纸类、塑料类等未发现危险物质。近段时间，朝鲜半岛紧张对峙螺旋式上升。韩国军方18号宣布，韩军在韩朝边境附近的高城郡举行了火箭炮演习，并向半岛东部水域发射了实弹。当天，朝鲜国防省发言人表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决定边境线附近的炮兵联合部队和担负重要火力任务的部队继续保持完全战斗待命状态，其决定得到批准。局势升温令边境民众不安情绪加剧，也让边境的观光业蒙受了损失。 엊그저께 우리 내쫓고 대응 사격을 했더니 그런 얘기들이니까 끔찍하다고. 정부는 그 이놈들은 아니야 무슨 그 표현의 자유입니까 그게? 포탄이 날라온다고 그런 지경인데 무슨. 그 전날까지 준비물을 뭘 챙기냐 했던 고객이 아침에 출발하면서 DMZ 평화관광 예약 취소 문자를 받았다. 朝鲜外务相崔善基19号发表题为《参与非法对朝制裁活动的国家必将付出代价》的谈话，称由美国及其追随国家组成的多国制裁监测组的存在完全非法，违背了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朝鲜不会被制裁打压工具下注，其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他还表示，参与反对朝鲜的阴谋活动的势力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韩国外交部此前宣布，韩美日等11国成立多国制裁监测组，实施监控违反和规避对朝制裁的活动。 2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突访乌克兰首都基辅，引发外界关注。据报道，奥斯汀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时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4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这笔资金将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军事装备以及武器。这是他在拜登政府任期内对乌克兰的第4次访问，也可能是最后一次。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2周时间，奥斯汀此访也被外界视为是在美国
大选前展示对乌克兰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奥斯汀访问基辅前，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也对基辅展开访问，并宣布法国将在2025年初向乌克兰提供首批幻影2000战斗机，并培训相关的飞行员。这是继 F-16之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援助的第2款现役第3代战斗机。今年6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曾表示将于今年底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战斗机，如今则推迟到了2025年第1季度。外界推测推迟的主要原因是要对幻影2000战机进行升级改造，以便提升其空战对地攻击和电子战能力。另一方面，近期有关朝鲜派兵援助俄罗斯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韩国外交部消息，当地时间21号，韩国外交部召见俄罗斯驻韩大使，就朝鲜向俄罗斯派兵表示抗议。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向俄罗斯表达了关于相关问题的严正立场，要求朝鲜立即撤军，并中断朝鲜和俄罗斯的相关合作。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也在当天表示，就韩国政府是否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全和奎表示，将视朝俄军事合作的动向，研讨必要的措施。针对此事，俄罗斯驻韩使馆当天下午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俄罗斯同朝鲜间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并不违反韩国的安保利益。据悉，这是韩国国情院公开朝鲜向俄罗斯派兵消息之后，俄罗斯首度进行回应。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晚表示，俄罗斯和朝鲜之间的军事合作标志着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新升级。泽连斯基呼吁同盟称，我们必须做出回应和反击，我们绝不能让邪恶滋长。Зараз ми маємо чіткі дані про те, що в Росію постачають і людей з Північної Кореї, і це вже не просто робітники для виробництв, але й військові. І ми чекаємо нормальну, чесну, сильну реакцію партнерів на це. Фактично, це вступ ще однієї держави у війну проти України. У всіх є можливість побачити докази і завдяки супутникам, і завдяки відео, яке вже приходить з Росії. 不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他无法证实朝鲜在可能部署前向俄罗斯派出军队的报道，但此举如果属实，将令人担忧。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朝鲜向俄乌冲突地区派遣军队将标志着局势的重大升级。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官员当地时间21号在联合国会议上驳斥派兵援俄消息，并称此为无根据的谣言，强调朝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呼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